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。今天讲个有趣的故事，是一个小木匠讲的，关于神秘的验圣术。都说苏公冠绝天下，苏州工匠天下第一。其实不光大名鼎鼎的香山木匠，就是普通的小木匠都很骄傲。春节前我们买了一套房子，这个房子装修还不错，就是楼梯很怪，2层以上的楼梯是木质的，2层到1层是石质的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当时合作的玉雕非遗大师也觉得很怪，就推荐了一个手艺很好的小木匠给我，让他把楼梯换成木质的，这样统一一下也和谐嘛。那个木匠很快来了，仔细测量了尺寸，然后回去了，说需要选木材，切木材晾干和胶才能安装。我想想也对，那就等等吧。等了1个月，我让小何给他打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来。他说这几天不行，苏州梅雨季节一直下雨，要等天气晴朗了才行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天气放晴了，又让小何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还不行，因为木板还没有干透，这样后面容易变形。那么就等吧。等了多久呢？足足3个月，一直到前几天才给我们装好。我当时就特别恼火，想着要挑点毛病出来，好借机批评他，结果找了半天都没找出来毛病，楼梯修得严丝合缝，平整整，还给我们换了个楼梯立柱。我觉得他手艺不错，收费也不高，就让他把客厅的地板也换了，省得天老光着脚跑，冬天太凉。结果他拒绝了，说他只会修楼梯。我当时就惊了，因为修楼梯比装地板复杂多了，会修楼梯当然就会装地板吗？没想到他摇摇头说不一样的，他师傅只教了他修楼梯，他就只修楼梯。我气急反笑问他，那要是没人找你修楼梯，你要怎么生活啊？他说那就去送快递吗？我还能这样啊？他说对呀，我们那边都是这样啊，没有活干就去送快递，还有做保安的都可以的。就不能随便做点木工糊口吗？他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呢？哪能为了一口吃的就什么都干呢？我看他有趣，就请他喝酒，喝了几杯后就问他有什么真本事，不就修一个楼梯吗？你还能修出个鬼来？他就笑说还别说，他还真修出来了一只鬼。我就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说原本不应该跟我说的，说了会破坏行规，但是他看我人还不错，还请他喝酒，那他就说了吧。他说你们家楼梯有问题。我说此乃屁话也，楼梯肯定有问题啊，没问题我找你修个屁啊。他说不是这么说的，是有其他问题，你这个楼梯被人下了验呀。我不明白了，问他什么验呀？他说验指的是验圣，是古代木匠流传的一种法术，基本上已经失传了，只有一些传承的老木匠手里还有。他当年拜的师傅多少懂点，也教了他几手。这个验圣嘛，说白了也是一种邪术，因为古代木匠地位比较低嘛，经常有主家对他们不好，克扣工钱，他们就用验圣术对付他。这个验字通压，意思是压住你的运势，财富让你倒霉，严重点的甚至会丧命。验圣的说法我倒是在古书里看到过，好多鬼怪小说也经常讲，我一直觉得是胡说八道的，这种事情以讹传讹，哪能当真呢？他见我不信，就拿过来他换下来的那一节楼梯立柱，说这个验就下在了这里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让他修楼梯时，他专门说了一声楼梯有一节柱子坏了要换掉，我当时还试了试，觉得结结实实的没有坏啊，想着他肯定是想多赚点儿钱，所以推说坏了。不过他却没单独要钱，莫非这根柱子真有问题？他问我你是不是在柱子这个位置常会绊倒？这个事情还真是被他说准了，我们搬过来几个月，我在这个位置绊倒好几次了，有一次手里拿着茶壶差点滑倒，吓了我一身冷汗。不过这个地方是一个拐弯处，石质地板也滑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楼梯材质问题，莫非是因为这个原因？他拿起那根柱子用手敲了敲，然后找准了一个地方用刀子砍开，里面就掉下来了一只小木马。这只小木马就1个指头那么大，4条腿都被铁丝缠绕着，看着有点儿古怪。他就说你看4只蹄子都被缠住了，怎么能不被绊倒？我还觉得有些牵强，说可能是巧合吧。他说那么我们再看看。然后他说这里如果被下了验，那么其他地方都有反应，比如对着这个方向的吊灯灯泡一定是坏的，还有对着这里的玻璃也会有裂纹。我不相信，对着这个位置查看了一番，还真是这样。我就问他这种要怎么破解呢？他说把这个砚放油锅里炸下，砚的人非死即伤。我狠狠地说那老子就油炸了他。他就笑说这可不行，回头他拿走埋了就好了。又安慰我说这不是给你下的，你这是无妄之灾，这肯定是第1任房东得罪了木匠，人家才给他下的。我说关键老子买了这所房子不也跟着倒霉吗？
他说这个验术会越往后越弱，而且吉人自有天相嘛。你看你找我修楼梯，我顺手就给你取下来了吗？我想了想也对，我又问他这个验圣到底是怎么弄的，真管用吗？他说这种东西嘛，他也不太懂，就是类似一种诅咒吧，和民间扎小人那种差不多，总之是神叨叨的。他说这种一般都是弄点儿比较邪门的东西，比如积雪烂灯笼、木雕小人，不过并不是埋了就行，还要在上面画符念咒，最后塞在主家的房梁上、柱子里、门槛下，这样就会坏掉别人的运势。我当时听得半信半疑的，也就当故事听吧。结果有一天，我在朋友圈发现芊芊在楼梯上的照片时，前房东，他是第二任房东，在底下评论说修楼梯时对的楼梯拐角那边很滑，老爱滑倒人，他儿子在那边把门牙都磕掉了半颗。我当时就惊了，赶紧问他第一任房东有没有说过这个房子怎么样。他说第一任房东啊，是以前在关前街那边开店铺的人嘛，有点儿抠搜的。你看看他装修的房子，楼梯2楼以上是木楼梯，1楼到2楼就是瓷砖的，土不土样不样的。他当时买房时还问过这个老房东，说是他装修时预算不够，就扣了工人工钱，工人也恼火，就给他凑合着弄了一下。他说这个老房东啊爱喝酒，有一次喝多了，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把腿摔断了，后来脾气越来越古怪，生意也不成了，最后只能卖房子吗？我心想要命啊，这木匠还真不能得罪啊，幸好当时自己没得罪他。这是第一个故事。结果这2天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也是类似这种。春节时说过今年要做一下线下的玉雕体验馆，里面放一些玉雕大师的作品，更多的是一些和田玉原始玉料，让大家看看到底什么是和田玉，以及和田玉的品级和产品的区别。因为和田玉啊，它其实非常复杂，其他的且不说，光产地它就有新疆料、俄料、青海料的区别，而且每一种玉料还能分出5、6种品阶，而且每个品阶嘛，它还要按照颜色、细度、润度、落性去分析，所以外行啊，他根本听不懂也看不懂。去年年底我们做了一批和田玉手镯，也按照价钱分为青海料手镯、俄料手镯，后来发现就很尴尬了。青海料手镯还好说，因为青海料发灰发水，俄料比较白比较瓷实，所以很容易区别。但是同样是俄料的手镯，有些料子差点就便宜一些，有些料子好一些就贵一些，这种就很难说明到底差在哪里。好多外行看了一些和田玉说明就会说俄料不好，俄料发干，其实这是典型的外行话，因为只有很差的俄料才会很干，好一些的俄料润度都还不错的，而且顶级俄料会有一种水润的感觉，很像籽料，所以顶阿都是做了假皮冒充籽料镯子卖的，全行业几乎都是这样。大家买到的所谓籽料镯子，99%都是俄料假皮的，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行业有问题。因为造假实在是太方便了，太正常了。造假猖獗到什么程度啊？你去中国最大的和田玉玉料市场，就是河南南阳的石佛寺，你去看看，稍微好一些的俄料外面都做好了假皮，好方便你当籽料卖。不光是南阳、新疆那边，其实也一样，俄料做假皮冒充籽料，都不能算是和田玉界的潜规则，都是明摆着来的。这个行业荒谬到什么程度啊？你如果想不造假，那你还要自己花钱找人磨掉玉石外面一层假皮，才能露出来里面的俄料，这样售卖。你想啊，有谁会下这个功夫啊？申锦兵才这么干。是的，我们就这么干了。所以我就坚持一定要做线下玉雕体验馆，一定要让大家来到现场看到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真是如何真，假是如何假，什么是假皮，什么是真皮，什么是青海料，什么是俄料，什么是新疆料。好多人说玉石看不出来好坏，并不是这样。你看到实物几块玉料一对比，差距是清清楚楚的，一看就能看出来。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玉雕体验馆啊，它并不对外营业的，就是给读者展示玉料，普及一些和田玉常识，以及接一些高端定制的生意。比如有人想定制一些专属玉石，可以和我们签约的玉雕大师当面沟通，更多的时候他会作为读者内部基地用，有读者来苏州可以过去坐坐喝茶读书之类的，相当于苏州也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。这里不是卖东西的，这里连收款机都没有，你想花钱都花不出去的。所以基于这个原则，我们就想找一个比较独立的地方，最好是独门独户，一个小院子，楼上做展厅，楼下院子里可以喝茶嘛，要是地方再大一些，还能做一个民宿也不收费，给内部读者免费住。苏州政府很支持我们，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免费地方，不过好多的确不太合适，结果找了2个月，后来终于在寒山寺旁边找到了一个。
那是一座独栋的2层小楼，以前也是做玉石的。老两口在这里做了20多年，翡翠现在年纪大了，不想做了，想转让出去。我们一看这个还不错，虽然小了点儿，不过地段好吗？不苏城外寒山寺吗？读者来苏州，总要去寒山寺看看，大家逛完寺院，顺带来坐一会儿喝茶读书，挺好的。于是就租下来了。这栋房子其实4月就租下来了，不过老两口说要5·1了，他们能不能等5·1以后再搬？这样5·1可以卖点儿东西吗？我想想也对，就让他们多待了几天。这2天他们终于正式移交了房子，我也过去找他们聊了聊，毕竟是做玉石嘛。我就问他这里治安怎么样，老爷子跟我说让我绝对放心，他们在这里卖了20多年翡翠就没丢过一根针。他跟我说，尤其是现在都是天眼，还是人脸识别的监控系统，即便丢了东西马上就能找回来，我才放心了，就说看来苏州治安还是挺好。老爷子感慨说，现在是好的，20多年前啊也是乱的，很危险的，不光有店铺被偷的，还有被抢的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小偷都去做骗子了，都去买理财产品，那个来钱更快。我就问他，那为啥咱们家店铺没被偷过啊？他就神秘的笑说，我们不怕的，我们有菩萨保佑。我以为他指的是旁边的寒山寺，他却摇摇头说不是这样的，是另外的菩萨。他说我们苏州人自古信佛重道，所谓南朝480寺有300座，在苏州就是因为有群众基础，大家愿意捐钱供养僧人嘛。他说你不知道20-30年前的寒山寺没有那么大，现在寒山寺好多地方你看看，我们前面这条街还有我们这条街，好多房子都是私人的，现在都捐给寺院了。他说当时寒山寺重修，但是地方实在太小，就和大家商量能否把房子卖给寺院。当时好多人听说寺院要就免费送给寺院，自己搬走了。我吃了一惊，直接把房子免费送给寺院了。他点点头，对的，全送的。我说那有没有让寺院打个借条了，或者用什么金佛之类的抵了？他摇摇头，那没有的，就是捐给寺院了吗？都捐掉了，寺院毕竟缺房产嘛。我感慨，我也缺房产啊，为啥没人捐给我？他说你看看咱们这条街嘛，前面是经堂，后面是图书馆，咱们家在中间。其实啊，这些房子啊，好多都是一户人家的，这户人家把房产都捐给寺院了，留了这么一栋楼。我感慨，真是大户人家啊，出手大气。他说原本我们这栋房子嘛也要捐给寺院的，但是嘛，这栋房子当时住了一个老花匠。老花匠你阿晓得？我说晓得。他说这个老花匠嘛跟主家干了一辈子，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，要是捐出去，那老花匠就没地方住了，而且主人家要出国了也没法把他带走，所以就把这栋楼送给这个老花匠。后来这个老花匠嘛，他把房子卖掉，回乡下养老去了这样的。我就说哦，我知道了，不过这个和房子遭贼有什么关系？老爷子就说你等我继续说啊。他说他们来这里的时候还很早，还是20-30年前。苏州这边卖玉石啊，有一个特殊的时间点，就是1997年。97年之前买玉石的都是海外华侨，还有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的同胞。当时人民币汇率低嘛，他们有钱的。97年以后啊，金融危机，他们就没钱了。好在改革开放，中国这边一帮小老板们有钱了，开始大量买玉石送礼用之类的，每次要买很多。那一次有个浙江的小老板买了不少玉石，给了一大包钱，当时都是给现金嘛。老爷子当时也高兴，就在铺子里陪小老板喝酒。后来喝多了，晕乎乎就在铺子里睡着了。半醒半梦间，他就听见外面传来了嗡嗡的声音，有点儿像耳鸣的声音，还有咚咚咚的声音。他迷迷糊糊爬起来，就看见有个小偷跪在房子里，对着房子上面砰砰砰磕头。他吓了一跳，赶紧跑出去喊人。结果来了一帮人喊捉贼，那贼还是不跑也不叫，就跪在那里砰砰磕头。有人就说这贼是不是吃了撞邪了吧？大家用棍子捅贼，贼才反应过来，见到大家后像见到了爹妈，求人赶紧把他带走啊。这屋子不能待啊，老有人对着他念经啊，他都要疯了。老爷子听他这么一说也是害怕，自己就在那边研究这是咋回事呢。他仔细看了看这个贼对着天花板磕头，这天花板上又能有啥？他弄了个梯子上去敲了敲，砰砰砰，这天花板是空的。也对，这栋房子原本就有一个尖顶，上面有一个阁楼嘛。他找人把天花板打开，发现上面是一个很窄的阁楼，进去看看，发现里面供着一个佛台，上面放着1尺高的木雕佛像，还有一本经书。看来这里原本是一个小佛堂，后来估计工人不知道给他封住了。他想了想，就把佛像送到了寒山寺，也算是送佛回家了。
他说后来去国外的那户人家啊，大富大贵了，而且儿孙满堂的，他们隔几年还会回来看看，也会来这个铺子这边坐一会儿喝喝茶。老爷子当时还跟他们说了那个佛堂的事情。那个主家回忆说，应该是性空长老送他母亲的。他说文革时寒山寺被打倒了一片废墟，当时有个老和尚就每天去外面捡砖头，还去河里丹尼要重修寺院。他母亲是信佛的，就说阿弥陀佛，这种事情哪能让一个老和尚干呢？于是就发动他们全家都去帮着和尚丹尼捡石头，后面还捐了点钱粮。后来老和尚就送了他们一个佛像，说会保佑他们家，他估计应该就是这尊佛像。我就问老爷子，那个老和尚是谁呢？老爷子说就是寒山寺的守寺人性空老和尚嘛。我点点头，性空老和尚忽悠寒山寺的故事，我还写过老和尚忽悠寒山寺100年，寒山寺忽悠他1000年，这就是佛法了。老爷子临走时送了我几卷佛经，说这些都是经堂里留下来的，让我没事时好好读读，不要来盯着路过的女香客看，佛祖会生气的。